记录晚安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两款来自普罗动和这个厂牌出品的两款这种素体 DIY 类玩具啊。一款是我左手边带着翅膀以及圣剑的菲尼克斯，然后另外一边呢则是穿着粉色运动套装，然后整体是这种带火焰特效的格斗少女贝罗娜。整体来看的话呢，包装盒方面非常的简约，看到侧面呢也就是一些警示说明，这个使用年龄是18+，然后材质是 PVC、ABS 还有 PA66， 可能是这个关节零件。整体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大家看到这个片头的官图的话，应该会觉得它的内容物还是非常之丰富的，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尝试的。那么话不多说，直接开箱。好的，本次普罗动和的两款素体类人偶的部分配件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主要是给大家展示的是主体部分，两者的预定价格有所差距。在我左手边的天使这个菲尼克斯呢，预定价格是178，然后另外一侧的贝罗娜呢则是188。两者的配件量呢，其实从盒子方面也可以看出来，贝罗娜的整个特效件更加丰富，然后同时呢还带着一些比较刺激的这个血迹特效件，同时呢包装盒方面也会厚一些。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菲尼克斯呢，则是更加轻盈的装备，它佩戴的是一对翅膀，然后还有这个替换的这个上半身的胸部零件。整体来说的话呢，两者配备的这个手型和其他的一些特效件有一些共通之处，比如说这个火焰鸟头的这个特效件是无论是这边的天使菲尼克斯还是这边的贝罗娜都是有装备的，两者所搭配的脚型有所不同。菲尼克斯这边搭配的是黑色的高跟鞋，比较的御姐，然后常规的这个脚型呢就是一体足，而且是一个平面，可以帮助站立。如果你觉得它的这个可动足，尤其是天比较热的时候不够稳定的话，换成这边的这个一体足，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优的解。然后同时呢，这边的手型也是大差不差，都是成对的。然后这边的这个菲尼克斯的手型会稍微少一些，握持、扳机手型、开掌手型还有实行握拳手型是基本的配置。然后这边呢会多一个类似于挑逗的手型和这边的一个 rock and roll 的手型，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贝罗娜呢，就整个配件会更加的厚实。它这边会有这个国际友好手型，然后这边的这个比较俏皮的指向手，还有这个挑衅手型。开掌手型呢，它是比较契合于这个角色，有点像功夫少女的感觉啊。然后这里有扳机手型、握拳手型和握持手型，都是差不多的。然后这边的这个脚型呢，也会更加的挑逗一些，这个大拇指是往上挑的，不太像是可以就是完全站立的，反倒是这种足控浮力。然后另外一边呢，则配备的是有点像这个软底的运动跑鞋那种网眼的感觉，这边就不多做展示了。而且两者的这个配件量里面都有比较丰富的替换关节和备用关节，这点呢是给个好评的。作为素体类玩具啊，我个人之前玩的一些厂牌，它比较大的问题呢，它是首先呢没有带一个基础的打底衣，然后同时呢也没给你一个就是相关的比如说脚型啊，或者说鞋子去给你替换，导致呢我们一般的玩家如果自己想 DIY 一个角色，往往最困扰的地方呢，其实就是找鞋子这个部分。因为确实啊，就是成品的1:12比例的鞋子，确实是市面上也很少有厂牌会直接拿出来，就是给你专门做一个鞋子，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不太好卖啊。另外呢，比如说像 Mezco、孩之宝，然后比如说麦克法兰的一些这些零部件，其实也不太适配这些素体的关节，这是一个主要问题。然后其次呢，这个素体呢都带了这个打底衣的情况，一方面是方便我拍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在做这个就是素体的 DIY， 有的时候你穿一些裙子啊，或者说一些衣服，它可能会有染色的现象。那有这个打底衣之后呢，或多或少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话之后呢，纸品部分它其实是这个成册的说明书，而且是我觉得画的是比较仔细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来看一下它的可动性。那我这边呢就先看这一只菲尼克斯。菲尼克斯的话，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主要如果说二者只选一个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这一款，因为其实如果你喜欢玩网游或者手游的话，加一对翅膀呢，一般都可以卖出一个比较好的价钱啊。然后在这两者之间呢，其实它没有很浮夸的特效件，当然那个火焰特效件也有，但这边呢会给了一把涂装比较精致的这种天使的战刃宝剑，整个开模的锐度是可以的，就是比较薄，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把玩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头雕方面呢，这次两者呢都是给了这个替换的头发。这边的这个头雕呢，其实我是乍一看呢也不知道像谁啊，整个头发的走向呢还是非常精致的。到时候呢花时间去把它整体涂装一下。如果说呢你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跟我一样啊，把它这个头发直接掀起它的头盖骨，它就是这个样子，这样一个凹槽的设定，没有什么可动眼的这个机构，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头雕。这个头雕呢，我觉得骨相方面的话是非常立体的，应该是随便涂一涂就很好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比较飘逸的头发，我们换上去试一下它这个效果。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把这个槽给对好，不然的话呢会显得这个发际线有点高啊，会稍微有点突的感觉。完全放好了之后呢，整体的观感就是这样。腹肌方面呢，比较像这个三笠阿克曼，然后比较立体，大腿的维度没有很夸张。整个的身高方面，我们这边拿出孩之宝 Marvel Legends 的凤凰女秦格雷去做一下横向对比，身高方面两者几乎是相仿的，也就是说是常规美系的1:12的女人偶的身高，并不是那种就是 SHF 的那种女人偶的身高。也相比起比如说荣耀之战啊，或者说四骑士的女性角色来说，她的整个个子要稍微矮一点，但是我觉得适配 ML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1:12的美系厂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再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可动性啊，首先头雕360的旋转当然不在话下，完全拔出的话里面是一个塞子，然后套着这个球形关节，脖子方面呢也是球形关节的连接，前后左右都有一定的幅度，套上去之后呢当然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 OK 的。手臂方面呢是有做这种类蝴蝶关节的这个切分，往外的话呢是有一定的拉伸范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挡肉键啊。然后这边平台的话是超过90度，二头肌的弯曲呢是基本上小臂贴大臂，大臂的这个旋转，然后呢这个手腕关节呢是一个球形轴，然后外摆内收没有问题，包括呢插拔也都是比较自然。当然这个轴呢还是稍微有些细啊。女性角色做的稍微纤细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现在这个温度的话呢，大家把玩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只不过冬天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去把玩会比较好一些。下半身以及这个胸腰关节核心的部分我们来检测一下，挺胸幅度呢是非常不错，可以到达这样一个程度，弯腰的幅度呢也是可以不用髋关节呢就达到差不多45度的两段弯折，左右侧腰呢比较自然，所以说你做一些比较妩媚的这个姿势呢也都是可以的，就是反正就是尽显这个柔美的曲线也是 OK 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髋关节还有腰胯关节呢，其实是一个十字转轴，这个地方呢是比较类似于 SHF 的那种设计，然后通过这个衣服啊，还有这个切分，其实可以把这个肉挡得比较好的。衣服会有一点的干涉，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已经可以做到一字马的程度了。向前踢呢90度，然后大腿根部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屈膝幅度呢，小腿贴到大腿的后侧，也就是说这个股二头肌的位置。脚部呢，前后的这个前脚掌可动，脚部的这个接地，我觉得往前走，也就是说这个胫骨前肌足背屈的这个能力稍微有些受限，但是你可以利用前脚尖去进行弥补。但是这个前脚尖呢，就像我说的一样，在夏天差不多30度的时候呢，是会比较松软的。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天使吧，上个支架，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其他的幅度呢，扭转，然后呢，做一个比如说 W 腿型啊之类的都是 OK。头雕方面呢，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好看，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翅膀呢，则是设置了两段的这个可动，
一段呢是单纯的转轴，翅膀方面呢也是一个塑料原色键，但是上面有刻线，然后如果说你经常涂棋子的话呢，涂这样一个翅膀，简单的做一个预制阴影，再加上一点字洗呢，基本上就可以看了，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它是插在肩胛骨这里的，另外一边的贝罗纳呢，则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插孔，稍微有些可惜啊。不然的话呢，两者之间的这个配件可以互换，就很酷了。比如说是一个火焰天使之类的，没什么问题。它的配件可以完全用在这个菲尼克斯身上，但是菲尼克斯的翅膀没办法装在贝罗纳身上，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可惜。但是毕竟如果说你只买一款产品的话，喜欢格斗少女选择贝罗纳，喜欢天使的话呢，直接选择菲尼克斯，直接冲就行了。而且呢，我觉得作为素体来说，新规模具的素体来说，这个定价没有什么太大毛病，整体来说还行啊。而且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带翅膀的角色。然后我们来看这边的贝罗纳，贝罗纳呢，因为是格斗少女啊，她就没有带任何的其他武器，但是呢，这个火焰特效键我觉得是可以给到一个夯的啊，至少呢，我乍看一眼，反正它可以用到很多角色上面，而且它比较讨巧的一点是，这个大的火焰特效键可以当成一个支架来使用，至少是有点像那种一番赏的透明的角装。这种东西呢，其实我觉得一番赏的玩具或者说人形手办，它就应该去设计这样的角装，比如说黑族山治啊等东西，你平时呢可以做一个拆的这个状态，就完全裸露的一个状态都没有问题。然后你想用它做特效键，同时呢又想提升它的这个战力能力的时候呢，往上面一套就 OK 了。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它合会里面有很多类似于黑族山治魔神封角的这个动作啊，我觉得是可以摆得很 OK。两者的素体呢，其实可动性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主要的是上围的这个维度有所差异，而且呢，上围的这个零件呢，它背后的肩胛骨没有任何的开槽。特效键的方面呢，我觉得至少火焰特效键它的整个颜色过渡是没问题的，包括呢这个鸟头的这个模具，而且眼睛部分、鼻孔以及喙的部分呢，都是涂装也好，还是说它本身的模具呢，都是非常清晰。火焰的特效键呢，有一点微微的肉啊，就感觉这个特效键和这边的这个鸟头呢，就是精度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可以接受，像是一朵祥云。然后另外一边的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特效键，你把它并排的看呢，可以有一点过度的感觉。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装在手上面，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可动性方面这边就不多花时间去做展示了。我们拉近一下镜头，看一下这一颗头雕。这个头雕呢，我觉得就是邻家学生或者说青春靓丽一些。上面呢是一个剪得比较碎的齐刘海的造型，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齐刘海啊，但是这种妹妹头，不知道后期涂装会不会好看。然后它这个马尾呢又非常的飘逸，包括呢这个飘带还做了分件。嵌套在这上面可以做一定程度旋转，到时候呢涂装方面呢拆下来直接分着涂，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拆一下这个妹妹头马尾辫头雕的话呢，我们直接换成一个更加就是少女感更加强，或者说是个短发头雕。其实我觉得这个他们家做这个短发头雕呢，或者说这个发套呢，还真的都是有一手的，至少换上去呢都还是比较干练的。那我这边换上去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呢，把这个脸型就修的比较尖，虽然会显得这个头啊，这上半部分显得这个比例有点高，但是整个发丝的走向，我觉得都是 OK 的。两颗头雕呢，面雕方面其实是做出了一定的区别，但是你说这两个人分别像谁，我一时间也是说不上来。但整体观感方面，我是觉得颜值都是非常在线，而且腹肌、身材、可动性都比较抗打，尤其是特效键的部分也都非常丰富。那说到这边的这个特效键的就是特别之处啊，它还给了这个血液特效键和这边的一个。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大概看了一下呢，发现它是这个脊椎的这个部分，然后看了一下说明书，它有一个比较血腥的玩法。这边呢，希望这个审核老师就过审一下，你就当是一个大体老师的简单展示。那这边呢，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分头行动，然后这边是一个暴血的状态，你这个头雕上面呢，其实是可以出现一些肉块，然后一个血液的喷溅。颜色我觉得可以再往深红方面，或者说做一定程度的过渡。然后另外一边呢，不知道呢它是做的是一个血染的手刀的这种造型的，还是
干脆就是说把这个手给砍断了这个造型。其实这个造型真的是蛮诡异的，很像是一个异形的感觉。但是呢，这种特效件呢，怎么说呢？反正属于有总比没有好。然后给了之后呢，兴许有些男性角色或者说类似于真人快打的这个角色可以拿去使用。当然呢，这个特效件放在头部，我觉得更好的这个放置方法应该是在这个腰部，因为这个碗口大的这个疤啊，其实相比起它的脖子零件来说呢，是稍微粗了一些。当然这个东西瑕不掩瑜，有总比没有强，而且整个把玩体验依旧是非常在线。这一套玩具呢，以目前的这个预售价格来说的话呢，总体呢我会给到一个顶级的人上人和顶级的这样一个水平。怎么说呢？其实素体类玩具呢，我一直觉得它会先出素体，然后再去出这个相应的角色或者说配件包啊之类的这个东西，都是常规操作。那只要素体足够优秀，然后再加上一定的这个可玩性，你自己 DIY 也可以，平时头雕练手，我觉得也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整体来说的话呢，如果你喜欢这个造型，然后喜欢它身上的就是每一款里面附带的这个配件，选择一款你心仪的这个造型，然后进行入手，然后去把玩，同时期待一下这个普罗洞河。反正这个名字取的也是挺有意思的，普罗米修斯，然后圣火道的这样一个故事嘛，也期待他们的下一款大货产品吧，就是超越这个素体，然后在这个素体之上，然后再去赋予角色以生命吧。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Toy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